这是国家政策，也就是国家有意用高补贴，就是推这些国企，推这些企业呢，干什么呢？我就是要制造产能过剩。你说为什么制造产能过剩？我要用出口来打击别人。美国自己也不自觉，他说啊，让小额包裹免税。欧洲去年统计是46亿件小额包裹。欧洲原来也基本上也是免税的，46亿之后，他说我打垮了。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经最前线》，无马看中国，我是主持人张国成。大家晓得，过去几年啊，这个中共呢电动车啦、光电板啦，各种低价的消费品啊，可以说是源源不绝的倒向全世界，特别是美国跟西方市场。现在呢，不只是大企业受不了，连这种西方的实体零售商啊、电商啦，这些都已经被来自中国的这个像小额快递这个廉价商品呢淹没了。所以呢，美国呢在之前呢取消了这个小额包裹的免税，那欧盟呢也打算全面跟进。可是呢，挡得住中国产品的这种倾销吗？那中国呢跟这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的贸易战到底还会怎么样的进行呢？我想这个是除了政治方面的局势以外呢，另外一个影响世界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还是请国际政治的最权威、两岸问题专家、国立台湾大学政治系名誉教授明居正明老师来跟我们解析这个问题。老师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的，我想呢，这个最近呢，这个欧盟好像跟中国大陆之间贸易上这个又出现了相当的冲突欧盟对这个中国的电动车加征了45.3%的反补贴关税。那美国呢，钢铝半导体也没有放过中国，甚至呢，欧盟还启动了这个所谓碳边境调节机制。那最近呢，这个中国大陆到底又干了什么事儿让这个美欧这么不爽让这个经济的这种冲突呢再度兴起？是不是请老师呢给我们解析一下？对，你记得2015年，你一定记得这件事情了。2015年，那不是说2025国家制造吗？是，对不对？然后那时候我们就想说，他到底想干什么？是，所以琢磨来琢磨去，就想他可能是要扩大生产什么的，可是没有想到他扩大生产背后还有一个真的是战略的考量。后来过了，一直到前几年呢，才慢慢想通这件事情。当然现在你如果说我们前面看到美中贸易战开打，然后大家就说因为中共说因为美国不愿意看见中国的崛起有意打压。最初听起来好像有道理，因为大家想说这是什么修习底德斯陷阱的经济版，或是国际贸易版什么等等。但你仔细看下去发现其实问题可能比这还要再复杂。那么也就是说，从美中贸易战打到现在说这个欧洲贸易战开打呢，我们觉得大概最关键的因素就是，当然美国也好，欧洲也好呢，看见了两个问题，至少两个问题。第一个大突出问题就是你中共倾销，是你对我倾销。第二，倾销的背后呢是一些不公平的贸易行为。其实这个在2001年、02年那时候不是中共参加世贸组织吗？参加 WTO 吗？我们当时有过一些判断，但是因为那时候中国大陆经济非常红火，然后变成世界的工厂，然后慢慢变成世界市场，大家被它那个繁荣跟那种经济实力呢，所以遮蔽了，就没有仔细看到后面的这个内情。等到2017年、18年，川普这个贸易战开打，第一波的贸易战开打，然后后来发现说碰到中国强力反击之后呢，那时候我们回头仔细看呢，才发现看得比较清楚。所以大概现在看起来呢，不管是现在这个正在发生的欧中，还是说已经进行一段时间的美中贸易战来说呢，大概是几个方面吧，或几个因素吧。第一个就刚刚讲说这个产能过剩的这倾销的问题。大家都说中国大陆这个产能强大，所以它这个产能过剩什么等等。后来我们仔细看了一下，我后来回头看一下，现在是2026，我记得2025年底的时候呢，我回头去查过几年的数字，大概从2022、23呢那时候开始，最晚都是2022，所以这样连续到去年了，到22、23、24、25呢，连续4年。
我们看到就是国家给企业的贷款呢，那个比重呢，尤其是给国企哈，那些贷款的比重呢，远远高于给民企的比重。是，这个跟一般的发展是相反的，也跟习近平讲话是相反的。习近平几次讲说，民企对中国的经济贡献很大，有5、6、7、8、9各种各样的贡献什么的。所以你照着思路下去啊，你对这个不要说补贴了，你就是正常提供银行贷款，应该是民企优先。这第一个。那么它呈现出来的结果就是民企取得的这个贷款呢，银行贷款呢，第一它的比例应该比较高。第二，甚至就是它税率会比较低，然后清偿期又比较长，大概要有这几个条件。你没有这3个条件，至少要2个条件。可是我们后来看见就是反向而行，国企贷到了比较多的钱，然后利息比较低，然后这期程比较短，而民企呢反而刚好相反。所以后来我们最早不明白，那最早的这个理解是说啊，因为国企有人啊，背后有人支持什么的呢？看了3、4年之后，我才突然恍然大悟，想通一点，不是，这是国家政策，也就是国家有意用高补贴，就是推这些国企，推这些企业呢，干什么呢？我就是要制造产能过剩。你说为什么制造产能过剩？我要用出口来打击别人，我在国内呢，先用国家补贴制造产能过剩。我明明知道国内市场是消化不了的，然后我就要推去出口。出口的结果就是我就是要倾销，为什么倾销呢？我要打垮你们。所以换句话说，整个是一个国家战略，它不是一个说，正常的经济体呢，它一个正常的经济决策，它是一个战略的决策。所以它这么一来呢，在我们先看到电动车，然后看到太阳能，到了叫光伏板我们叫太阳能板，再来是电池、造船、钢铁跟铝业什么等等呢。看到中国方面有巨大产能优势，所以不太清楚，就是说啊，你看中国生产多厉害啊什么的。但你反过来看，就是国家用高额补贴造成这种结果。那很清楚啊，它就是一个国家政策的作为，它不是一个随随便的东西。那么这么来的时候呢，倾销到外国呢，它就会打击当地的这个本土的这制造业啦，打击就业什么的。所以反过来说，我们不是讲去年他们不是有巨额出超吗？到1.2万亿吗？啊，从来没看过什么的。所以很多人出来讲，你看中国制造业多强啊什么的。我后来回头结合我们刚刚那个观察跟其他的观察，我得到结论。我说这种1.2万亿的这种大规模的巨量出超呢，很难重复。为什么呢？因为外国看懂啊。对。外国看懂之后呢，他就开始用关税壁垒了。所以现在你刚刚讲到欧洲的反应呢，恰恰好就是我们在去年底、今年年初、今年上半年，我们看见这1.2万亿这个大巨额出超之后呢，我们做了预测，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啊，它就是倾销啊，打垮本地什么，它不止呢。如果说中共在一些关键产业，我随便举啊，譬如说造船，再譬如说航运这些部分呢，那如果说中国掌握了这个，譬如说全球到80%的什么等等的话，那就很可怕了。以中共现在能力跟国家意图来说，它非常可能把这种武器化。关键时刻，我啪给你停运，或者干什么啊？或者说我这个不出船了，或干什么啊？这时候你怎么办？你断炊，你里面大乱。所以换句话说，它很可以呢变成这个武器化的一个作为。所以对这些国家来说，它等于是不自觉的造成了这种依赖之后呢，使得对方可以把这顿武器化，就造成国家安全威胁。这第二点。第三点就是你这样做之后，大家当然会反击了。我们看到这些美国跟欧洲国家就开始反击，反击就譬如说，那我要避开中共的这些生产链或者供应链，好，那我跟别的国家合作。我们现在看最明显的例子，美国不是说我要自己发展造船嘛，所以他选择南韩，因为南韩造船也不错，他选择南韩。当他选择南韩之后，我们上个礼拜我们看到什么？韩国的这个韩华造船厂，被打击了，就被打击了。那么也就是说，当美国准备重塑这个供应链，跟第三方合作的时候呢，啪，他就被中共打了。所以中共看得非常精准，就是你这样做，我这样打。所以就刚刚讲的，这叫做不公平的贸易手段。
那么你如果说布鲁塞尔看见了，华盛顿看见了，他们当然还手。好，这第3块。第4块就是你中共你这样一搞呢，它对原来比较正常的这种我们叫做国际贸易体系呢，它产生非常严重的扭曲跟打击。一般来说，大家就互通有无，然后那时候会走全球化呢，我们会讲过很多次了，因为是比较利益的关系。对美国来说，我们就举半导体，大家最熟悉的半导体来说啊，当初晶片制造了什么 IC 设计什么都在美国，那现在为什么晶片制造这东西不在美国了呢？因为10几20年前，美国发现无利可图或者利润太薄。虽然有利可图，但利润太薄。我做 IC 设计啊，做更高阶东西呢，我可以赚钱比较更多，而且我没有污染，没有这东西。台湾呢、日本、南韩呢，就默默把这些接下来，然后现在发展起来了。当然，美国说我们偷掉了它什么半导体产业，那是乱讲了。所以这个我们也已经大力反驳了。但中共的做法不一样，中共真的是用不公平的贸易竞争跟倾销呢来做打击，而我们呢是比较正常的这种贸易，所以。对美国来说呢，台湾你用一般的正常关税呢可以去应付，但对中共呢，它必须要用过高的关税来反击。它这种发展呢，到最后其实我们如果从战略角度来看的话，其实是美国跟中共呢综合国力的对抗，跟这个最高阶的科技的对抗。大概这几个方面，我觉得是比较关键的。我记得那时候2019年我们在谈类似问题的时候，我就讲过，我说好像美国对于这种中共这种压迫或胁迫或这种竞争呢，美国醒悟的比较早。欧洲呢，我看真的是最近才有点醒悟过来。我最近看到一些欧洲方面的报道呢，欧洲媒体在惊呼说我们现在被中国打得很惨了，我们现在这个都头都抬不起来，我们快变经济殖民地了，连最强的。欧洲的经济体德国都有这种惊呼的话，那别的国家你可想而知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开端呢，应该第一吻合了我们去年的这预期，第二就是往后的发展呢，可能我猜惨烈程度超过我们的想象。是，我想呢，这个中国呢用这种国家的补贴来倾销这个是。一件长期以来，我看从改革开放以来呢，他就透过什么出口退税啦，诸如此类的东西，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样的发展。但当然，这个我们也不能说它的产业、它的科技、它的生产技术没有进步我想这个也是事实所以它整个经济是真的起来了。但是我个人觉得，我相信老师应该有同感，就是这个欧美国家甚至包括以前的台湾呢，可能对于这种共产党把这个经济当武器。把贸易当武器的这种决心还是这种态度我觉得多少认知不清，至少低估了，至少低估了所以呢，对这个国内自己的这个投资环境产业啦、教育的投入我看是不够的。对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当然像欧洲你说这个，当然它有很多因素了，但是总的来看呢，你制造业这个少子化等等的因素加起来，你就。很明显的就外移，或者是大家觉得买这个中国的便宜产品，大家买习惯了，它有个比较利益的问题，比较利益的问题，所以到了现在来讲，就变成说已经这个积重难返也好，还是说产业外移也好，我想这个本来照理说正常来讲世界上本来各国都分工嘛，但是现在碰到中国共产党，他要改变现状，特别是国际政治的现状国际秩序的现状那就显然不是。单纯的贸易问题了，那当然等会我们再请老师多给我们解释。那同样的，就是现在很明显的贸易战是已经开打了。那尤其是像美国呢，我看很多人呢，这个都这个在过去呢就大量的从中国这种网购各种商品了，甚至我看到的是在之前越过太平洋的运费比美国境内的运费要便宜。对，好，就是在中国国内，我常常看到就是从什么沈阳啦，还是什么地方发货，然后一路运到什么上海啦，还是青岛，好，这一段的运费，好，加上呢这个太平洋的运费呢，都可能比美国国内运费要低非常多甚至比那什么西雅图或者说这个或者说这旧金山送到纽约送到华盛顿要便宜。是，然后又动不动什么你多少这个。
金额了，就包邮了，就不要运费了啊！所以呢，这可以说是潮水般的袭来啊！所以过去呢，这个美国的消费者买什么天猫啦、淘宝啦这些这个不是帮他们做广告了，就是它市场真的大到$800还是一定金额以下就免税。还有一个是 Shein 的，对不对？对对，就 Shein 的中文叫什么？西恩呢？还有叫什么来的之类的？那边我慢慢查一下。是，就说反正就一大堆都是免税的。但是现在来讲呢，这个美国呢发现这实在是挡不住了，太多了所以呢就把这个免税的规定就取消了所以变成很多国家到美国的包裹呢不是延迟了就是要清关以前就是自由就进去了。那现在这个美国的这个新的作为，老师您觉得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冲击？谈冲击前，我想先回应2个问题啊。第一个，刚刚讲说比较利益的问题，是比较利益跟那个我们那时候讲的全球化呢很密切的关系。也就是说，同样一个东西呢，我美国可以做，然后台湾可以做，然后大陆可以做。后来一算下来呢，美国自己做比较贵，是，然后台湾做呢便宜一点点，大陆做更便宜，然后甚至大陆做完之后加上运费运到美国去，比美国本土做还要便宜，这叫比较利益。所以这么一比较下来之后，那大家就觉得说，那我不如让他去生产。这就当初呢，其实那时候我们不讲过雁行理论吗？是，就是最早呢，这些科技比如从欧美出来的，然后欧美赚了不少钱之后呢，别的国家经济慢慢发达了，它的生产能力也上来了，所以欧美最早就觉得说我本土生产不划算，最后把它丢出去。最早谁接呢？日本接的，是最早日本接的，大概差不多50年代到70年代是日本接下来，所以日本相对来说就赚了一波。等到日本的慢慢这个成本都上来之后呢，日本就不划算就丢出来，就谁接呢？台湾接，是台湾就把日本的接下来，然后台湾慢慢发展了。然后台湾发展起来之后，发现台湾的人工也贵了，交通也贵了，水电也贵了，原料也涨价什么等等，仓储也涨价了。那台湾想丢出去，所以谁来接呢？东南亚跟大陆来接，这就叫雁行理论。也就是前面燕子飞的时候呢，它那个翅膀上那个气流呢，就帮助了第二只燕子。第二只燕子这个翅膀拍动的时候，这气流帮助第3只，帮助第4只，一路下去叫雁行理论。所以美国跟欧洲是最早雁行理论的头雁，然后日本是2雁，台湾是3雁，然后其他国家慢慢这样往后走。那所以这个一方面有这雁行理论，二方面有这个刚刚讲说全球化的关系。那大陆的制造业怎么起来呢？坦白说，台商碰了嘛。台商那时候80年代开始偷偷过去，90年代以后呢，蜂拥而入。到了2000年，到了这个中共参加世贸组织之后，台商几乎整个过去，台湾那时候被掏空啊，对吧？我们印象非常清楚啊。当中国大陆制造业起来之后呢，我就说，对，我最早是在哪边看到？有一次我不知道什么事情呢。好像要去台北邮局去办个事情，去领个包裹。是，领完之后就回头走，就走衡阳街那段，发现那边原来是那些店呢都倒掉了，那房子都空出来了，就有些人就临时租了那去摆摊，就卖东西。卖什么东西呢？有大概我印象比较深刻有2种东西，第一是各种各样的服装，是；第二是这各种各样的那种我们叫什么日用品、杂货什么的。我进去看，我说哇，空前便宜。那时候一件比较好的毛衣啊，台湾一般来说好的毛衣呢，大概上千块钱。那个时候啊，大概差不多20年前，上千块钱。我一看，190、250，是，我都开玩笑，这个差不多台湾1/4到5%的价钱，我哪里我没有看标签，我说这件衣服真便宜，摸摸其实觉得也还可以，我就买了几件回来，然后家里人看了觉得不错。那日用品呢也还可以用啊，不管肥皂了或什么这个什么钳子了什么或菜刀什么都可以用。后来晓得大陆做的过来了，好，那么也就是说他们的东西呢很快倾销到台湾来。台湾当时当然买这些便宜东西很高兴，可是我们自己本土就打垮了，是本土产业就打垮了。所以刚刚讲外流什么，外流到大陆去之后呢，他们用大陆的市场，用大陆的劳动力、大陆的这人工、水电等等便宜多，然后呢卖到全世界去，包括台湾在内。所以这样的结果就是，他就有能力出口，但是后来他发现，他如果说我从大陆工厂大批出货到美国去的话，那税很高。是，最后就发现一个漏洞，就你刚刚讲的，
美国自己也不自觉，他说啊，这样小额包裹免税$800以下，像小额包裹$800那时候人民币呢，大概差不多高的时候是5、6千块，低的话大概差不多4000多块，甚至3000多块人民币。所以你说对他们来讲说，那非常划算呐，那甚至可以有时候再高一点点。那最后呢就大量进去，所以后来美国一统计呢，每一年呢有10几到20亿件小额包裹从大陆寄往美国。是，美国后来前2年发现说不对劲了，所以这个一定要封下来。所以在这川普贸易战的时候呢，就封下来了。好，那么当时如果不封的话呢，我们等会儿再说这个事儿。好，那所以美国觉醒的比较快，防堵下来之后呢，现在美国慢慢喘气喘回来了，现在该轮到欧洲了。川普不是打贸易战吗？然后又加了这个小额，把小额这个免税的事情呢取消了之后，后来那中国大陆还是要出货，你还是要赚的钱，那之后怎么办呢？就借欧洲。欧洲去年统计是46亿件小额包裹，欧洲原来也基本上也是免税的，46亿之后他说我打垮了，不要说别的，我光是邮局或者物流公司处理这些都处理不完，那最后怎么办？所以我大概前几天才听一个朋友讲说，台湾也有类似情况啊，比如说这个你去什么地方电商上去网购买了很便宜的东西，然后一用了之后发现品质不好，然后你去客诉，打电话说要退货，对方听说啊没问题，好，你把账号给我，好，钱退给你了。那钱退了，你那商品要不要还他？他说我不要了，我不要了，他连拿都懒得来拿，是成本还可能比较高。因为他来拿可能要花钱，是，然后回去还退货还处理，他省了麻烦，我干脆直接退钱给你。他一算算之后反而比较划算，所以大家现在听懂我们说什么？这叫倾销，是，这真的叫做不公平的这个竞争。所以欧洲刚刚讲说46亿件，什么概念呢？欧洲收到的小包裹，这46亿件占多少呢？占他所有包裹的91%，全部是大陆来的。所以你说会不会导致这个结果？所以这样就发现说，不要说什么了。那我朋友在欧洲呢，他们前阵去的讲说，欧洲的街上呢，不管是不要说除非那种特别顶尖那种商店了或什么那种商场，否则一般稍微中低阶的商品里面都中国廉价这个泛滥，品质当然是良莠不齐了。那最后导致什么结果呢？跟美国的情况跟台湾情况一模一样。所以我们依次说完。第一，本土制造业倒闭，本土制造业倒闭量够大的时候呢，失业开始增加，国家税收流失，国家财政呢开始萎缩，所以台湾也面临类似情况，过去面临过。然后美国前一阵子发现了，欧洲现在觉醒比较慢，现在感受到了，所以才开始做这件事情。那现在我们这样说吧，这叫亡羊补牢。是。那你刚刚说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坦白说，我们还在往下看，还真的不能说一次就定论说它一定产生什么样好效果，只能说暂时呢停下来了，那后面喘口气呢，看看再来怎么去因应它。是，我想呢，这个中国产品的这倾销事件呢，这个当然因为很多东西的这种制造的生产线啊、模具什么都已经过去了，是，所以老实讲，你说我要买什么美国制造啊、德国制造，没有了，已经没有办法了，没有了，办法在原地制造。我讲个简单的东西，你买个台湾制造，你觉得很容易吗？不容易了，对吧？我举个例子，你现在能够真正买到几件台湾本土做的衬衫，都可能也不容易了，不容易，有但不容易。然后内衣裤也不容易了，不容易，而且价钱贵很多。是，大概是这样哈，大概1:2到1:3，是，至少是这样。是，而且不用说现在，我记得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就是跟老师也跟各位观众朋友分享，就是大概20多年前，阿扁刚上总统的时候，那时候民进党要做一个这个好像要选战，做一个玩偶，做一个玩偶上面有民进党的党徽，结果呢，就是这个负责就是拿了几个样品回来，结果一翻底下 Made in China。那个时候说，哎呀，这个不行啊！这个如果说外头的人说，民进党的这个竞选的这些玩偶都是中国制造的，那这变成政治问题了，政治风波了。
但是后来就说没办法，因为所有的产线啊、模具啊那种东西的都过去了，你要在台湾本土制。那些虽然说是中国制或大陆制，厂商是台湾厂，就是想在台湾自己制，不是钱的问题，是没有办法出货了。对啊，产线也过去了，模具啊，像这个塑胶射出这些东西，通通都到东莞，都到那个时候都这样地方去了。最后呢，只好怎么办呢？取消了，不做了，没有办法了，因为这个不然这个是政治问题更严重。啊，那这个其实我相信，这个很多的产品，如果说真的仔细追究产地的话呢，我们可能都发现说他会说啊是什么日本技术啦、台湾设计啦这等等等等，但是其实呢，这个产地就是这个制造呢都是在中国大陆。那现在来讲呢，这个倾销也好这个其他的方式也好，因为现在大陆经济也不好嘛他要撑住他的经济，撑住他的就业，老实讲，在这一块上面是不可能有什么让步的。他不可能停止这种作为世界工厂大量倾销到其他国家。前几年他经济比较好的时候，他都不会了。现在他失业各方面的这种经济状况比较严峻的时候，他更不可能取消了。当然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现在美国这个采取行动了，欧盟采取行动了，那北京当局呢，当然这个不愿意坐以待毙嘛。所以也采取了很多措施来积极的反制。那老师也是不是跟我们解说一下说，那中国当局呢现在用什么方式呢来对付这个美国欧盟对于他们这种倾销的反制？回答你的问题前，我先回应你前面讲说那个，就是阿扁竞选时候做的玩偶你一定听过名词义乌指数，是对不对？对，义乌指数说什么呢？说美国总统选举的时候呢，看义乌那边呢，他这个做的那美国竞选那些东西不管是标语也好啦，或什么玩偶等等的，看谁的比较多。不管是标语也好啦，玩偶或什么竞选那些什么各种各样的这些这周边设施也好，或周边那些装饰品也好，就比赛谁多。后来那时候不是川普要选吗？是。那义乌那边说川普已经当选，那为什么？因为川普的玩偶什么的帽子什么等等的，比拜登的多得多，所以大家一看说呢，他一定当选，是叫义乌指数。那所以回应到你刚刚讲那个，美国已经没有能力做这东西了，美国这东西必须拿到中国大陆来做。那就我说追根究底呢，还是我们台商做出来的。我在大陆也买过台湾做的鞋子，但他讲说是意大利鞋子，就那英文根本不通的，那英文就是台湾英文，然后那整个厂搬到东北去做，我们买的。所以你刚刚好回答你的问题你刚刚问说，那现在中共采取什么反制？第一个是这个法律制裁，他用法规，比如说叫做什么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他去让商务部呢设反制清单，然后再搞什么他去调查完之后呢，他可以去调查完说，你若有歧视性的作为的话呢，我可以针对你呢去开罚。这第一个。第二呢，那除了这个第二除了说进行这个反制裁这个调查之外呢，它一个名目叫做《反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条例》。是外国的不当域外管辖条例，中共一天到晚长臂管辖这个很多国家，包括台湾、美国什么等等，现在都已经发现了很多案例，而很多都抓了、判刑、定罪了等等。就他现在来搞这个他的第二招。第三招呢，他针对企业呢非常精准的打击，譬如说刚才讲说那个韩华那第一个。第二就是有些这个欧洲实体什么等等呢，他很明确的在这个俄乌战争当中呢帮助乌克兰。然后或者说跟中共的跟中国的国企对干，那被他看见的时候，他对这企业呢精准打击。但是我觉得他最厉害的是最后一招，他用开放的方式来对打。怎么开放呢？就是你们这样对不对？好，我不关门，我反而把我门槛降低，然后加大开放。我特别对欧洲企业招手，比如什么大众汽车啦、西门子啦、空中巴士啦，反正是这些大的公司呢，我就对你招手，我给你特别好的优惠，然后特别大的份额，然后什么等等，然后干什么呢？你说吸引来，对不对？对，当然是我让你们回头去对你们本国政府去施压、去游说。我用这个东西呢，等于让你们去帮我去游说，因为我去游说效果没有你们好，你们去游说效果比较好。
这个现象我们在台湾看过，是，然后在美国看过，在欧洲现在出来了，所以这些呢，我们必须说一定会产生一定的效果，这毫无疑问的。那问题是，大家最后是衡量你是商业利益呢，还是国家安全？你怎么取得两者平衡？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比较大的困难点。是，我想呢，老师给我们分析的非常详细了。就是中国现在呢，这个透过倾销啊、廉价商品啦、供应链的掌握啦，这些呢，形成一种新的，不管是讲经济霸权也好，这个经济侵略也好，我认为它有它历史因素，也有经济因素，也有政治因素。历史因素呢，当然本来世界各国尤其欧美以前常听的一个说法，就是说只要中国经济发展了，就会有中产阶级的兴起，中产阶级兴起了之后，可能就走向民主化了。不过目前看起来好像这个不断的在出现倒退啊，所以这就我多次讲的，这是古典民主理论的古典民主化理论的误用。是，然后那第二个，当然中国自己呢，老实说经济发展、科技发展造成它生产技术成本降低了，这也是它实际的表现。而且我个人还观察一点，就是说不管这个怎么样，整个亚洲日本也好，韩国也好，台湾中国大陆、越南的普遍还是比较重视那种拼搏的精神啦，基础教育啦，所以呢，你说要开一条生产线加班加点赶快做出什么产品来，像刚才老师提到那个义乌指数我记得川普好像那个曾经遇刺嘛，结果没有出事，但是呢，马上这个美国新闻呢还没有完整影片的时候，义乌已经出了有内幕画面的 T 恤，已经打版打好了东西做出来了，然后美国国内接单已经上线了。像这种东西，老实说就我个人观察，美国的厂商、欧洲的厂商恐怕做不到这一点。对相对它的这个反应也好，还是说基层的劳动力啦，有没有人愿意这么辛苦的这样加班劳动我觉得这块亚洲可能还是占点上风。当然，现在就是习近平面对这个经济的问题不要说政治目的，面对国内这个就业压力，他也不敢，也不可能在这个倾销啦补贴啦，还是在跟国外的贸易战让步。我看大概也很困难。不可能。现在问题就是说，这样说，因为就是最通俗话来讲，就是中共跟欧洲在这贸易问题上呢，双方开始拼刺刀了，是要拼到这个刺刀见红为止。我看这个是跑不掉的了。是，所以我看呢，这个未来呢，如果说这个习近平呢真的有改变这个亚太秩序的这个现状的野心在其他方面从事扩张的话呢，那经济这块它肯定也是不会放松的所以呢，我看这个从刚才老师的解析里面，我们或许可以做出一个初步的结论，就是这个中国跟美国跟欧洲的这种贸易战恐怕很难在短期之内有所结束，应该是越打越烈。我比较悲观就是了。是，所以我想关于这个部分呢，这个政治跟经济是一定分不开的所以经济上面有冲突有抵触，那政治方面呢要有什么良好的关系呢？我看也比较困难。对所以关于这点呢，我们还会持续的保持关注。那今天呢，非常感谢闵居正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对这个政治经济上这个贸易上的这个非常重要的现在的发展呢做了非常详尽的解析。谢谢老师，谢谢。好，也谢谢我们观众朋友今天的收看。那非常感谢各位对我们节目的这个收看跟这个支持。欢迎大家多多批评指教，然后按赞、分享、订阅，按下小铃铛。我们下次再会。好像我是听他们说那种接单那真的是，不管是什么大陆啦，还是什么越南，那个真的是从成本低到很低很低很低，那个毛利就是一点点他们就做，而且也没有什么环保的。劳工他看什么？他看后面的那个大量，因为那量一大之后，他一算就觉得划得来。哪怕我就是每一个只赚这一毛钱，或者说这2毛钱，但量一大之后，他一算呢，觉得完全是可以做。因为他现在还没有管到那个环保跟那个污染的问题是，就像台湾当年一样嘛。台湾当时花了多大力气才把环保这东西把它加进了考量。大陆现在就是说，我知道广东那边开始有一些，但是很难，因为你一旦经济变差之后，你就不会考虑这个问题了。是，而且他们没有民主制度所以政府高兴怎么补贴？其实说实话，以前也是割中国老百姓、中国劳工的血肉去津贴欧美消费者，这个实际上是这样子，也是这样。结果等到这个欧美消费者便宜东西也用惯了，然后国内的这个经济的这个制造业也就没有了，变成说这就对中国就依赖就不能够
再取消了，这不可逆了。对，所以我觉得欧洲很多国家呢，当初没有想得很远，而且可能想的比较单纯，就是全球化了比较利益。但是你全球化跟比较利益，你碰到一个对手是一个集权政府的话，那是一个不一样的故事了。是，所以现在他们才醒觉过来。尤其像造船，我这看美国国会的报告，什么美国国内现在造船没有工人，是没有工人，根本没有人要干这行。没有人干这行，所以这个中国那边呢，它是整个国家力量啊结合进去，而且那这个又是国企，就是不止这个没有上限的补贴，这当然贪腐就非常严重。那的欧洲啊，民主国家不可能这样补贴特定产业。所以你看他们那个抓那军人之后，一抓就抓军工嘛，军工一抓也是一大片的，现在几个大头军工全抓了，